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乌军预备役集结，随时可以反攻，结果反攻的命令没等到，乌军预备役部队就先挨了一轮导弹。俄罗斯忙着进攻巴赫穆特，乌克兰忙着大反攻。俄罗斯的攻势和乌克兰的准备也形成了一种默契。乌克兰并没有对俄罗斯境内发起频繁袭击，俄罗斯也2个月没对乌克兰境内发起大规模空袭了。可是，随着乌克兰的准备就绪，大反攻就要到来的时候，俄罗斯打破了这样一个默契的局面。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境内发起了大规模空袭，目标还很明确。就在乌克兰防长放话，声称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可以发起大反攻。乌克兰预备役部队也开始集结的时候，俄罗斯的导弹直扑乌克兰预备役部队所在的临时部署点。来袭的数十枚俄罗斯巡航导弹虽然被乌克兰击落了不少，但仍有不少导弹命中了临时部署点，让17名乌克兰预备役士兵还没上战场就失去了性命。对于这样的行动，俄罗斯没有丝毫的掩饰，明确向外界表示，这就是冲着乌克兰预备役部队去的，要在这支部队被派往前线之前将之消灭。而乌克兰军队预备役开始集结，反攻的命令还没等到，人都还没有上战场，就先挨了俄罗斯一轮导弹，也说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动向已经有了一定的掌握了，并且从直接对即将奔赴前线的预备役部队下手，就说明俄罗斯对接下来的大战所做的准备要远比乌克兰多。虽然俄罗斯瞧不起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坦克，西方坦克还没到就已经被俄罗斯当成了战利品，但是1年多的战争打下来，俄罗斯早就没有那么自大了。俄罗斯仍然在不断将新下线的坦克运往前线，不管西方给了乌克兰什么武器，俄罗斯都要赢下这一仗，并将损失降到最低。这就是在战术上藐视对手，却又在战略上重视对手。尤其是跟俄罗斯打了1年多，仍没被俄罗斯击垮的乌克兰，足以让俄罗斯重视。乌克兰能够在俄罗斯的攻势下坚持到现在，并不仅仅是西方在背后支持那么简单，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也足以赢得俄罗斯的尊重。所以俄罗斯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削弱乌克兰军队战斗力的机会，直接在乌克兰的反攻之前，先对乌克兰预备役部队下手了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提前削弱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，在乌克兰反攻之前，对乌克兰预备役部队的部署点发起袭击。俄罗斯不会停止这样的行动。面对准备比自己更充分，又在尽一切手段削弱乌克兰军队战斗力的俄罗斯，乌克兰的反攻拖得越久，对乌克兰来说是越不利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乌克兰在等什么。乌克兰反攻的顺利与否，光有人和武器还不够，如果没有充足的弹药支持，乌克兰反攻的胜率几乎为0。而现在乌克兰的弹药储备并不充分，欧盟国家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搞到弹药来满足乌克兰的反攻需求。可是俄罗斯既然采取了行动，乌克兰再等下去，弹药可能还没等到，自己最后一搏的希望可能真要被自己等没了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